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第一花。今天要分析的是伊姆大人把冥王藏在阿拉巴斯坦，就开始我的推理。伊姆大人跟古代王国的关系，之前讲过很多可能性。今天来谈谈古代兵器。之前老沙曾说过，冥王可以让一座岛屿灰飞烟灭。老沙会这么说，就代表冥王真的有实现过毁灭岛屿的事件。那冥王到底毁灭了哪一个岛屿？目前看下来，最有可能的就是古代王国。奥哈拉的学者研究出空白的100年有一个古代王国，但是被毁灭。要让一个迅速崛起的王国毁灭，肯定需要一个很强力的东西。冥王正好符合摧毁古代王国的力量。之前有推判过，摧毁古代王国的最有可能的就是世界政府。如果世界政府真有掌握冥王，那现在怎么会藏在阿拉巴斯坦？我认为世界政府800年前真的拥有过冥王，而且还真的一炮毁灭掉了古代王国。那到底是谁干了这么一件事？之前推测过，伊姆大人是古代王国的背叛者，所以才想隐瞒空白的100年。我的推测是，伊姆大人可能在古代王国偷走了冥王，然后用冥王让古代王国灰飞烟灭。回到问题上，冥王为什么现在不在世界政府手上？那就要开始深度分析了。我认为正是伊姆大人把冥王藏在阿拉巴斯坦的。这里你可能会有点惊讶，但我找到很多证据，容许我娓娓道来。第一个观点，我认为伊姆大人是阿拉巴斯坦的奈菲尔塔利家族的人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伊姆大人活了800年，他是初代的纳菲尔塔利家族的人。我们来看看动机吧。伊姆大人的原型人物是埃及的神伊姆霍特普。网上查到的是说，有人因为嫉妒霍特普，所以把他刻在墙壁上的历史全部毁灭。但还有一些蛛丝马迹可以查到霍特普存在过。聪明的朋友可能发现了，这跟海贼王空白的100年很有可能呼应了这段历史。但如果伊姆大人真照这个历史人物演的话，他很有可能不是反派，但我觉得他很有可能就是最大反派了，不然5年画不完。而我刚才提到的伊姆霍特普，他是一个埃及人，埃及呼应了阿拉巴斯坦。第一点，伊姆大人的原型人物是埃及人。再来一个很扯的分析，这个我也存在怀疑的，但我觉得很有趣，就分享给大家看。伊姆大人刚出场的画面是致敬了撒哈拉之眼，拿2张照片叠起来，还真的有模有样。这我不予置评，大家自己思考看看吧。第二点，伊姆大人致敬了撒哈拉之眼。明哥曾说过，古代王国毁灭后，19个王国都来到圣地玛丽乔亚居住，但只有阿拉巴斯坦的奈菲塔利拒绝了，这就是一个重大伏笔。为什么只有奈菲塔利家族拒绝了？而且他们刚好位于阿拉巴斯坦，就让人联想到会不会跟冥王有关系？第三点，奈菲尔塔利家族拒绝了圣地玛丽乔亚的邀请，很有可能就是为了冥王。再来看看网络上有人分析，伊姆大人的王位有19把剑，这会不会对应了19个王国？而第20把剑就在伊姆大人插在白星照片上，为什么伊姆大人可以拿起第20把剑？所以这里就有人推测，伊姆大人很有可能就是奈菲尔塔利初代的人。我认为这一点毛病都没有，而且还是很牛的分析。第4点，王位上的19把剑。以上几点分析就让我们知道，伊姆大人跟沙漠是很有关系的，而沙漠刚好呼应了阿拉巴斯坦。上面很多都是已存在的分析，再来就要看我的脑洞了。伊姆大人为什么要把冥王藏在阿拉巴斯坦？有的人会好奇，为什么要把冥王藏起来？就算不是伊姆大人藏的好了，你们想想，一个人会把一艘战舰藏起来，而不是破坏掉，基本上就是这个人还会再次出现吧？不然你都死了，就把它破坏掉，或者是传承给下一代比较合理吧？我认为很有可能跟他的计划有关系。在伊姆大人首次登场已经是900多话后，为什么900多话前没有给他镜头？你可以说尾田并没有打算给他镜头，但是我比较相信他是最近才开始活动的，也就是他很有可能在罗杰那个时代是完全缺席的。伊姆大人自己知道他会缺席，所以才把冥王藏在阿拉巴斯坦，以便他再次出现可以回收他的冥王。那他为什么缺席呢？我在之前的脑洞分析过，他很有可能吃了吸血鬼果实，看他的特征完全符合吸血鬼。第一点，长生不老；第二点，眼睛是红色的。还有一点可能符合了我的想法，那就是他曾经长期缺席，很有可能就符合传说中的吸血鬼会沉睡在棺材里面。当然这只是一种脑洞分析，还有很多可以说为什么他缺席那么久，但还是要等尾田公布，或许他从未缺席过。第一点，伊姆大人可能沉睡了一阵子，他很有可能再次出场，所以把冥王藏了起来。那有的人可能就会说，为什么不给世界政府接管就好？我认为他曾经是古代王国的背叛者，也就是他从古代王国偷来了冥王，所以他知道如果没了冥王，他很有可能会遭受到背叛，这点我认为是成立的。第二点，如果不藏起来，可能会遭受到背叛。那为什么伊姆大人迟迟不把冥王找回去呢？我认为他目前正在进行中。伊姆大人在最近的动静中，他想要找鲁夫、黑胡子、白星的麻烦。还有一位特别奇怪的，那就是微微。956漫画中，微微很明显就是伊姆大人下令杀掉他的，但为什么明明都要杀掉的目标，微微却是拿在手上望着的照片？这点也是可以佐证伊姆大人跟奈菲尔塔利家族有关系的一个证据。而伊姆大人要除掉鲁夫、黑胡子这2人，代表低之一族最有可能当上海贼王的人。白星
维维这两个代表古代兵器，也就是伊姆大人在900多话才开始他的计划，开始收回属于他的古代兵器。那有细心的观众可能就会提到这段，吴老星曾说过，奈菲尔塔利家族是800年前最初20人中唯一选择留在下界的血族，说白了就是叛徒。吴老星会不知道伊姆大人是奈菲尔塔利家族的吗？我认为是有可能的，毕竟吴老星就像个被伊姆大人操纵一样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效力伊姆大人，所以伊姆大人背叛留在阿拉巴斯坦，吴老星很有可能不知道，也就是存在于空白100年。大家只知道奈菲尔塔利没有接受邀请，但不知道奈菲尔塔利家族是谁做出这个决定。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，如果伊姆大人真的是奈菲尔塔利家族，那为什么他现在会在圣地玛丽乔亚？这就很难推理了，因为有很多种可能性，就不再多提。那有的人就会说，吴老星有没有永生？我认为是很有机会的。那你可能会想说，怎么可能在同一时间同时找到5个永生者？我认为他们不一定是同一时期的人，或许他们5人是在不同时期的，也就是这5人很有可能都是在不同时间的永生者，最后被伊姆大人看上。伊姆大人很有可能用了某种方式让他们效忠自己。那伊姆大人到底用了什么方式让他们效忠呢？这里其实有很多可以猜测，最有可能的就是伊姆大人掌握了天网，这也很有可能是战国卡普效忠世界政府的原因。卡普明明讨厌天龙人，却为他们效力，这很有可能就是世界政府掌握了他们无法推翻的东西。那我们来猜猜剧情走向吧。我认为冥王很有可能是被黑屋子接管，毕竟他之前说要跟海军争夺，最有可能的就是冥王，或者是伊姆大人一人独有。然后鲁夫则是当上海贼王。黑屋子跟鲁夫血液流淌的都是低之一族，而低之一族之前推测是古代王国的创建者。伊姆大人在800年前背叛了古代王国，所以他才想要隐瞒空白的100年。而黑屋子鲁夫是最有可能，也是必须为他们家族解开历史的人物。之前推测过很多次，这里必须再说一次，鲁夫跟黑屋子是很有可能合作的。我认为这是海贼王最后一次反转，低之一族最后必须一起对抗伊姆大人。那伊姆大人的实力有那么强吗？我认为他最后很有可能掌握了古代兵器，所以才可以站在高处。最后卡普很可能也会下场打这场战斗，也就是卡普、龙、鲁夫、蒙奇第一组的合作。那有的人就会担心维维的生命，我认为他应该是不会死亡的，毕竟第一次刺杀都失败了，第2次也很有可能以失败收场。而且维维也不是死亡会影响剧情的人物，他的牺牲是没有必要的，除非冥王是真的要靠维维才能获得，那他的生命很有可能受到威胁。这里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推理，龙为什么要推翻世界政府？他会不会知道伊姆大人这个人物呢？为什么他会知道？这就可以怀疑他曾经在海军下面工作，而龙可能看到伊姆大人的所作所为。最有可能的就是罗杰之死后，因为罗杰死前他并没有纹身，也就代表他很有可能不是革命军。罗杰可能跟龙讲了什么，或者是他理解到了什么，所以才想背叛海军的，而且还想要推翻以前他效忠的人物。当然也不排除龙是罗杰海贼团的人，但我觉得海军比较合理。龙也很有可能在最终对上伊姆大人，跟鲁夫一起来个亲子连线，打败伊姆大人。至于卡普呢，我认为他是尾田之前说过鲁夫还会失去一个亲人的最佳几人选之一，或许卡普会在这场战役中或是其他的地方牺牲掉，他的牺牲也很可能是剧情需要，为了自己儿子背叛世界政府，这是很有可能上演的。毕竟之前卡普放水过一次给鲁夫。总结一下，我认为伊姆大人是奈菲尔塔利家族的初代，他的原型人物是埃及人，他首次登场的画面致敬了沙漠之眼，他为了冥王所以拒绝入住圣地，王位上19把剑少了1把在伊姆大人手上，那把剑代表了奈菲尔塔利家族。伊姆大人为什么想把冥王藏在阿拉巴斯坦？伊姆大人很有可能沉睡了一阵子，如果不藏起来的话会遭受到背叛。伊姆大人目前正在动作中，他想要除掉对他有威胁的人物，也就是鲁夫、黑屋子代表低之一族，维维白星代表古代兵器，最后黑屋子很有可能跟鲁夫合作，龙也会跟鲁夫来个亲子连线推翻伊姆大人。当然必须说这都是我脑洞分析，错误率基本上是很高的，毕竟尾田并没有透露那么多。你认为伊姆大人会不会是把冥王藏在阿拉巴斯坦的人，或者另有其人？3个古代兵器会不会到伊姆大人手上，然后开启一场海贼王的世界大战？都可以在下面留言。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海贼王的脑洞分析，可以按下订阅或小铃铛，开启小铃铛可以接收我平时的动态，或者是分享一些我觉得好的东西，也可以来哔哩哔哩按个赞，还有我的 FB 按个赞。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